哎，我这不是上个月从伦敦一个人顶个肚子飞回来了吗？很多人都在问我是不是回国生孩子来了。跟你说实话啊，我回来的最直接原因是参加一个节目，这个节目呢叫《奇葩说》，最近正在录制，所以我最近更新速度才这么臭不要脸嘛，希望大家谅解啊。但是我现在确实在考虑我肚子里这货究竟在哪儿泄的问题。今天跟你们唠唠啊，你们说我在哪儿生？我嫂子前两天在沈阳刚刚诞下一子，我现在也是姑姑人心啥的。我跟她在国内受到的这个生孩子这个服务环境、医疗水平一比哈，我再回想我当初在英国，那都不算生孩子，那就是甩个子吧，就是。我当时就提着自己这一兜东西嘛，像去搓澡似的，坐着伦敦地铁慢悠的就上圣托马斯医院了。完，因为我这血糖值呢高出标准值0.1，就一定要当做妊娠糖尿病来催产。那催也行，关键是药给你下完了之后呢，说这个生产室没有床，让你在待产室等着，等也行。关键是整个待产这个过程就让你感觉非常的不严肃，你知道不？比如说之前不说好的，像我这种非高龄产妇可以尝试水中生产吗？我还挺期待的。结果马上生了，告我不能，就还得汗生。原因是啥呢？第一个护士给的说法是因为我血糖高，第二个护士说是因为医院缺浴盆，完该进生产室了不让你进，水生没盆是汗生没床，完事给出的理由是你赶上了生产旺季。最后反正好不容易是进了，一个护士把我交给了一个看起来极端紧张的非裔女子手中，说这个第一天上班的产婆啊，就是你今天的产婆，她的名字叫 Hope， 就是希望。这个希望呢，我现在回想啊，我小时候我哪家院门口有个女的，就天天坐井盖上，大浓妆，有人叫她霹雳红唇，有人叫她沼气游魂。她就说我就是7岁到79之间呢有个大坎儿，你现在想不就希望吗？对上了。所以我曾经给我这大坎儿起过一个外号叫金锁嘛，就是莫名其妙的烦他。但今天咱就叫他原名，就希望嘛。希望是个大学霸，带着本震厚大教科书来的，往我病床旁边的小桌一撂，咵嚓一撂，哎，我骗你不是人啊，掏出本大笔记就开记。半夜2点20分，孕妇彩铃章有一曲大号，被产婆希望阻止。产婆希望认为，产妇彩铃章因疼痛产生了错觉，混淆了拉屎与生子的区别。据产婆希望观察，产妇彩铃章已经逐渐焦躁易怒，陪产人（括弧被称大胖媳妇儿）已被猛掐大腿根部6次，目测有内伤。产婆希望建议，如医院能安排出一个浴盆，大胖媳妇儿可安排浴盆冰敷。本次记录完毕。这之后又发生了老多事儿了，以后有空我慢慢给你唠。反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拆床，就是这个希望哈发现了我太矮，完他够不着我，他就跟我老公说这床是3节可拆卸。我老公一看他这个趋势，就赶紧抱紧了我。果不其然，这希望确实是把3节的中间1节给卸下去了，但是第3节不会安了。这1节的产床也是真绝版，彩铃的身材也真是短。我就在这仅剩1节的产床上当啷这个腿把翟奥达给生完了。翟奥达也是命大，好像没掉地上。完事他又去记笔记去了。当时我就用微弱又绝望的汉语问我老公，我说老公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咱们摊上的这个希望是不是有点傻？我老公当时就一直在回忆我爸老说的这么一种动物，完他终于想起来了。那一刻他用他极为可怜的汉语储备量却精准地回答了我，大沙炮子，大沙炮子装了车，真的。所以我现在一想到希望，我就感觉自己架在一个只剩1节的产床上，当了这个腿在绝望的甩子。但问题呢，就现在整个的情况如此特殊，我要在这生呢，就我大胖媳妇够呛能回来。其实我也没有那么需要的，我觉得如果一定要选择得到他或者避开希望，我更在意避开希望。但是他受不了，就他这事儿他很抓狂，咋整呢？你说？哎，你们知道我大胖媳妇的人生梦想是啥不？就是能够进入温斯敏斯特宫，也就是咱们说的英国议会大厦。你们可能看过他们开会，就基本以干架为主，就是英国夕阳红版本的奇葩说吧。他一直梦想着进入这个议会楼，为这事儿呢也没少念书，没少努力，这些年一直申请这类的工作，最后终于拿到了能达到这个梦想的 offer， 就是英国环境保护部门的一个高级政策顾问这么个工作。哎呀妈，当时拿着 offer 的时候给俺乐的哈，就那个时候的我不是张彩玲，不是张博主，
我是1.53米的小贤妻加上小良母，吃着臭炸鱼，配着马铃薯，等着老公当议员把我来滋补。不过即使我是议员的夫人，也不耽误我从奇葩说片场往家顺东西。不过没事，我观察了，看别人也往家花了。offer 终于拿着了，部门听着也挺好，反正环境保护这类的活我听着是挺高大上的。参与铁岭臭氧层子的修补，安排殉情傻狍子的归属，督促佛系大熊猫的繁衍，鉴别已故霸王龙的公母。基本就是这是我想象的活儿。结果真正拿到手的活呢，说起来挺好听，实际上就是玩塑料袋儿。但是玩塑料袋也不是那么好玩的呢，在玩之前你还得接受这个漫长的安全背景调查，就是调查你这个人有没有安全隐患，可不可以出入就政府办公大楼。经历了漫长的好几个月，这调查才过，就证明了他这个人除了老挨打没有啥安全隐患。结果呢，疫情爆发，所有人都搁家办公，完事你们也都知道，前一阵直接咔嚓就失业了嘛。哎呀，就感觉他离他的梦想好近呐，结果最后连这议会大楼的门都没摸着，倒是没有隐患，直接成为了幻影。所以心碎在红尘，可怜追梦人，只恨命运你是不回家的人。完，他当时在家办公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录短视频嘛。完，他这边工作慢慢找到感觉呢，我这边也开始慢慢收获粉丝儿。然后去年盛夏，我就收到了奇葩说的邀请嘛，我乐颠的我就回来了嘛。结果回来之后发现自己没有那大能耐，哎呀，在青岛待那个14天，就天天在宾馆看着我女儿视频，搁那呜哭的，人家工作人员把我的小猪佩奇的橡胶水果刀都给我没收了嘛。然后我现在因为这个特殊的造型嘛，我就喜欢把这个电脑放到床上，然后我跪在床边写稿，这样我不约的上，我要不难受。结果有一次我妈出去给我买饭，回来看我搁那跪着写稿呢，哎呦我的妈，戏这个多呀，啪嚓也跪地下了，抱着我就开哭，咏叹着白天不懂夜的黑，要强的女人多伤悲，给我整一愣一愣的。我寻思我也没咋地呀，那你要不然不也得写稿吗？所以今天人家让我聊聊梦想这个主题，我都不好意思。我自从回国以后，我发现就身边的人都太拼太努力了，我跟人家一比，我就肚脐眼外翻的比较努力。我只是说这个孕妇的造型给人一种我好拼的一种错觉。我记得有一天我跟熟人姐battle之前，她马上要上场了，从卫生间出来，结果地上有水，啪嚓拽那儿了，当时脚就崴伤了。所以马老师有多抠，就拖布都不买。完，当时俺俩一块入场嘛，她脚疼往前撅着，完我怀孕往后仰仰着，俺俩老像那个就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那俩人叫啥了，忘了叫啥了，反正就是一瘸一拐的，俺俩就一块进去点秋香去了嘛。然后他这一边往里走，他的助手就在他的脚踝附近哗一顿猛喷那云南白药。所以要说熟儿姐还是有钱，就是能喷了至少70多千瓦的白药吧。最后俺俩就特别像这个唐伯虎点秋香里这俩人，带着干冰效果架着雾进去的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大家都太努力了。所以现在虽然我也想我这大胖媳妇和我女儿，他俩也想我和这个要出生的老二，但是呢也没啥可后悔的，我就够幸运的了。这奇葩说方便面咱说也往家划了至少1沓了，那我大胖媳妇折腾那长时间，议会大楼1瓶矿泉水1袋方便面也没划拉着啊，梦想就戛然而止了。今天哭泣的小红唇，以后有趣的小灵魂，今天那点小无奈，10年后的下酒菜们。所以呢，我和我失业待养的大胖媳妇，我家翟耀达还有这个老二，祝大家在牛年里，在追梦的路上，喜欢谁就大声讲，惦记啥就大胆想，少听魑魅与魍魉，想要就去想。就像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说的嘛，不管梦想多奇葩，一口一口实现它。